魏浩走到魏婴身边，伸手擦了魏婴眼角残留的泪珠。阿英，我们是你的家人。魏浩没有多说什么，一句家人就像刀一样，直直往魏婴心尖上戳，把心底最狼狈不堪的一样剖露出来。家，魏婴鼻尖一酸，红着的眼眶迅速蓄满了泪水。呜，小声的抽泣声渐渐放大。魏婴死死抓住魏浩与魏冕的衣角，不再有所顾忌，就像个迷路找到家人的孩子，哭诉着一路以来的不安，哭诉着如同浮萍一般的自己，哭诉着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成了一个笑话。魏婴哭着打了嗝，情绪渐渐缓和了下来。魏婴泪眼汪汪地看着自己的家人，魏冕和魏浩先后摸了摸魏婴的脑袋，时间没剩多少了。魏冕颇为严肃地对着魏婴说道：“阿英，我希望你找到你爹娘的尸骨，让他们落叶归根，所以你要活着。”魏婴想到自己的爹娘，明亮的双眸浮上了一层薄薄的灰雾，自己真的很差劲。魏浩摘下挂着颈部的白玉，取魏婴一滴指尖血滴入白玉中。魏浩将白玉中所蕴含的阵法稍加改动，空间之力往阵法里灌注。我们家在南陵，家族所在设有结界，非血脉者不得见。魏婴看着突然急促起来的两人，怕是自己在这边待的时间不多了。魏冕传了一段术法于魏婴，接着说道：“阿英，这是血脉指引之术，可找到你父亲与你母亲。”阿爹，我已将所欲认主阿英。魏浩看着有点着急的老爷子，忙说道：“所欲的功能如名，所住域内的一切事情，包括言语，这只是空间之力所展现能力的基础。”魏冕忽然松了口气，给了魏婴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仍忍不住絮絮叨叨：“阿英，我相信你爹娘会如同我们一样，以你为豪。阿英，回到那个世界莫要自轻自贱，伤了自己。老头子，我见不得你这般，若是老婆子要是见着你这样，就是你奶奶。”魏浩忽然想到自己与魔修打架受伤时，自己娘亲直接提着剑找上门砍伤对方，遂在自己面前哭了2-3天，活像自己走了一般。魏浩真的是苦着脸承诺了一大堆，自家娘亲的金豆豆才停了下来。魏婴泛红的眼角如上了桃花妆一般，看得人怪心疼的。魏冕心疼地揉了揉魏婴的头发，看着自家孙子乱糟糟的头发，干咳一声，不小心就揉乱了。自家孙子的发质还是挺不错的。魏冕不小心搭上了魏婴的脉搏，喜笑颜开的脸瞬间黑了下来。本应该是有力跳动的脉搏虚浮地跳动着，白皙的手腕上亦是满满的伤口，或是石头划破。魏婴感受到紧紧扣在自己手腕上的双手，暗道要糟。老爷子的手上有着常年练剑磨出的茧子，茧子贴着手腕上的皮肤有种粗糙感。魏冕直视着魏婴的双眸，刚润过水的眼眸眼底交织着脆弱与恳求。魏冕叹了口气，也不管魏婴是什么状态，看似狠狠，实则轻轻地捏了捏魏婴本就肉不多的脸颊。阿英啊！魏浩不着痕迹地给魏婴理了理被揉乱的发丝，若是受了欺负，便打回去，不要忍着，知道吗？魏冕极其赞同地点了点头，目光下意识转到魏婴丹田的部位，后又看着魏婴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我魏家虽不是睚眦必较，但也是快意恩仇之辈，莫要让宵小之被辱了。”魏婴哪敢有什么反答应，那头点得如同小鸡啄碎般。夷陵乱葬岗，一个衣冠不整的男人踉跄着走在尸骨满地的乱葬岗上，雪白的衣衫背后浸满了鲜血，与乱葬岗惨烈围剿之后滞留在空中的血腥味照相呼应。抹额随着风轻轻飘荡在空中，白净的末端沾染了点点斑红，似在悲伤着什么。谁曾想到素有景行寒光美名的蓝忘机竟会如此狼狈。原本摆放整齐的农具散落一地，那本应沾着泥土的农具上绽放着一朵朵血花。那只是吃饭的餐桌被劈成了2半，一半倒落在地，另一半刚好磕上了一块石头。咯吱咯吱随着风轻轻作响。蓝忘机看着满目地疮痍，一阵晕眩感扑面而来。蓝忘机执着碧沉的手不由紧了几分，不顾仪态疯了一般朝着伏魔洞跑去。魏婴，魏婴！蓝忘机赤红着眼看着早已被搬空的伏魔洞，那深深放在心底的少年郎不见了，眼角不知不觉滑落了一滴又一滴的泪，滴答，那是心在流血的声音。蓝忘机崩溃地蹲下身子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红色，
蓝忘机看着模糊的视线中似出现了那如火般明艳的颜色，连忙半跪在地，双手挖着那早已被踏平的土壤。双手的指尖被尖锐的小石子划过，泥土和鲜血一起凝固在指尖。可蓝忘机似是没有感受一般，拼命地扣着那碎石底下的红布。蓝忘机看着手中残碎的红布，嘴角努力地往上扬，可泪水止不住地糊了眼。魏婴不会死的，这里是乱葬岗，魏婴是鬼道祖师，他一定是躲起来了。对，魏婴看到那么多人，一定是躲起来了。蓝忘机踉跄着身子，走到那些魏婴曾经待过的地方，可是空无一物，只有遍地的脚印。静寂的环境下，突然出现如幼崽般的啜泣声。蓝忘机红着眼来到一棵枯树前，声音是在里面。